之前向大家盘点了一下真武流的副骑基础，真的是特别的白菜。那么普通的 SF 的副骑呢，当然也是白菜。就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这一个成哥，就是你买一个二手的还不到200块钱，而且还是新素体呢，浑身蓝色的涂装也是漂亮的不像话。最重要的是出版特点会附带整整5个眼魂。嗨，帅哥，给个3连呗！哎，兄弟们没活了，那么我们今天把去年买的这一个成哥给开了吧。出版特点就是用胶带粘在了后边。成哥用不到这玩意儿咱就不管了，至于为什么看完评测你就知道了。内容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就是3对手型，一个武器带上一个替换的帽兜。这黑色的底衣是高亮面处理的，特别的漂亮，身上这些蓝色的阴影也是很不错。然后再加上这些边边角角的都是用的蓝色的涂装，这个蓝色涂的是很好看，但是这些蓝色都是在黑色上面打底的，所以说涂的不算很好，非常的不均匀。离远来看还行，离近来看反光有一些惨不忍睹。它的油膜我们可以看到是真的不好发力，而且背后它还是被这个衣服给挡住了，所以说你是真的不好把它撕下来。来试一下，慢慢的拽，千万不要拽断了，拽断了是真的没办法。拽下来一个，完了，下面一个感觉完蛋，拽到一半找不到它了。一定要不要太使力气，拽断了是完蛋。好了，终于弄下来了，不容易，没有对模型造成任何的损坏，把这个油膜撕下来了，太不容易了。你看鞋面成什么样子了，我才把它给拽下来。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整体的造型就是和 Ghost 非常的像，几乎除了花纹还有头角之外没什么大的区别，可以说是情侣款了。不过它身上的蓝色线条离远看确实是非常的漂亮，比起它那种橙色的要好了太多。这种蓝色漂亮的像是电路色一样。重量方面是64克，它的混凝软胶挺多的，软胶比较压秤，所以说会达到60多克。然后看一下荧光效果，首先它胸口的这一个透明银件是荧光的没问题，然后面罩也是荧光的，然后腰带的这个透明银件也是荧光的，然后它这个把手的层次也是有一点点荧光，但是不很亮。就像真骨雕奥特曼一样，软胶上的漆附着力度非常的一般。这一款它这个衣服也是软胶的嘛，所以说上面的漆也是会像奥特曼一样是挂不太好的。所以一定要注意把手不要和这个衣服相互刮蹭，不然的话漆会粘掉。另外一边也是，千万不要相互接触，特别容易把这个上面的漆给弄掉。其他地方的话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遗印，还是非常的漂亮的。胸口的这个透明件反光有点强，里面这个大眼珠子涂的是真不错。然后希望有大佬科普一下，它这个身上的纹路细节代表了什么呢？看着灵奇的像是骨头，它这个就看不出来是什么了。首先，就像刚才说的，这个衣服还有冠节是血光黑的，底衣是纯高亮面黑色的，然后就是一些金属蓝的涂装，非常的简单。也就是在于肩膀上会有2块银色的分丝，然后头部的话，除了银色的分色之外，我们可以看到复眼后面的这个蓝色涂装没有氧化，不会像之前的 Ghost 的基础一样，它氧化成什么样子？那个金属层次还有氧化后的荧光黄真的是效果差了太多。然后看一下可动，低头非常的少，抬头还行。转动没问题，就是会被帽兜给干涉住。胳膊的平台，注意要把这一节袖子塞到里面去，推着这一节，尽量塞到里面去，不然的话会干涉住。这样的话是能够达到90度的。如果说不塞进去的话，那就这样。首先，它这个球形关节，肩膀球形关节幅度那是相当的大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把它给拉到最上面去，然后再平台的话，也是能够达到90度的。肩膀之类也是有一节的平转，幅度还可以。然后曲轴的话是能够达到120度。手腕关节完全被这个手环给堵死了，所以说是没有什么可动的。胸腰可动可以说是0，而且你尽量的不要让这个腰往下弯，虽然说它只能弯一点点。你看，我就刚才弯了这么一下，就已经有了一个按压的印子，弹不回去了。然后腿部是有下拉关节的，幅度还挺大，拉下来之后，侧踢能够接近一字马，前踢能够达到90度，后踢会被干涉住，所以说只能达到45度，然后平转。屈膝的话是能够接近150度，脚腕向内幅度还可以，向外一点都没有。脚尖、脚腕和手腕一样，都是这个包裹的环太大了，所以说干涉住可动。这个脚腕向前是一点都没有，所以说你摆个造型还是挺费劲的。这一圈把玩下来的手感可以说是浑身的关节相当的舒服了。然后再来看一下配件，这个武器还挺长的。
武器浑身都是涂装，然后这个有一个透明零件，细节都是做的非常的漂亮。就是这个眼睛银色的漆有些异色，喷到了金属栏上面不少，发白了。但整体来说花纹细节都有，然后也没有脱色，还是非常的感动的。然后这个武器这里是可动的，应该相当于子弹上膛吧，毕竟这么把这个手掰过来，这个是一个大炮嘛，咔呲蹦咔呲蹦咔呲蹦，所以这是一个武器俩形态。这样把这手张开就是另外一个武器。万代的武器有可动是非常难得的，这个武器还竟然有2处可动，主要是为了这把武器买这一个真的是香爆。当然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这么5个眼魂，你可以给你的斗魂、给你的感恩魂，还有那个脑漆作为一个补件用。我说的这3个其实呢都是用的同一把武器，就是那个太阳镜的枪刀。斗魂呢是自带2个眼魂，然而另外2个呢是没有带眼魂的，所以说你就可以把这些当补件给他们2个其实用。而这些角色呢，你看这个武器是没地方放眼魂的，然后这个腰带呢更是没办法放眼魂，因为它的腰带是这样设计的，你把这个盖子拿下来就是这么一个嘴了。对，没错，眼魂还有这一个驱动器是一体的零件，所以说是不能够替换眼魂的。然后也不会像其他的角色一样在腰带侧面有挂扣可以放小道具，它不能，毕竟就算它能的话你也看不见，它毕竟是被这个衣服挡住了嘛。所以这眼魂也只能是给我说那3个骑士当补件用了，其他骑士要了确实是没什么用。最后就是替换帽兜，先把这一个摘下的帽兜给拿下，就这么一个装连接的。有的人没看过剧啊，就是说这些骑士变身完之后是带着帽兜的，然后变身完之后又直接摘下来了。像这种红标老模型，它就算把这些昙花一现的形态都给你还原出来了，还是挺良心的。你看看现在这啥东西啊，一个比一个抠门。我们需要把后脑勺这一个盖子给抠开，因为它连接的方式就是在于里面有一个桩，对天灵盖这一个动力性连接固定住。3个照相手都是最常规的手型，首先是这么一对持枪手，然后是5指防身手，最后就是这个武器握持手。因为 Ghost 系列的武器手柄都非常的粗，所以说2种武器握持手都是做的凹口特别的粗。你看它这把柄老粗一个了，做的不宽还夹不住呢。当武器是巴掌状态的时候，我们就用这个普通的武器握持手。当它变成炮的时候，我们就需要换成这么一个持枪手，要用这个食指来搂住扳机。武器很粗，它卡住也是挺勉强的。我还是喜欢把帽子戴起来，毕竟摘了的话是个光头还是挺丑的。总的来说，这一款它武器的玩法非常多，还挺炫酷的。最重要的是涂装是非常的漂亮。现在你一张桌就可以入手，或者是你等平成时代版买新不买旧嘛。但是平成时代再版加到鬼仔的价格，那谁知道要什么时候呢？主要是出版它有5个眼魂特点呀。